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事實證明，不演戲就消失的譚松韻，早已走上女演員的另一條大道。譚松韻憑借純真靈動的演技和低調敬業的作風，從《甄嬛傳》嶄露頭角到被央視力捧，成為觀眾心中的國民閨女。不炒作，不簽約公司，她以實力跨越年齡限制，演繹多樣角色，甚至跨界歌唱獲讚。身價上億卻歷經家庭悲劇，輕者自輕中走得更遠。新生代演員中有很多人喜歡炒作，沒有熱度，事業就下跌；也有少部分和實力派老戲骨演員一樣，很是低調，不演戲時就消失的演員譚松韻就是如此。她在熱度榜上消失了很長時間，雖然和很多小鮮肉男演員合作拍戲，卻沒有進行各種炒作。在很多人都以為她真的消失在娛樂圈時，她作為演員卻走上了另一條大道。那麼，譚松韻是什麼樣的人？為何不喜歡炒作，沒事就消失？她現在又走到了何種高度？譚松韻注定要進入娛樂圈走藝人之路。她從小多才多藝，在學生時代，年齡很小，還沒有高考時，就已經被人看中，開始拍戲。她有一張純真可愛的學生臉，怪不得後來被人稱為國民閨女。不論多大年齡，她都看着像少女，所以很早，長相清純甜美的她就已經開始出演校園影視劇。因為拍戲，她曾經缺了很多考試，又影響了考大學，被父母責罵。譚松韻曾在一檔節目中分享過考電影學院的故事。高中時期有一次模擬考試，父母得知她缺席了好幾門考試，只考了一門語文，氣得把成績單拍在桌子上，問她為何不考試。她表示拍戲太過忙碌，沒時間考試。父母罵她主次不分，覺得學習考試比拍戲重要，責令她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學習和考試上，務必考上四川大學。她覺得愧對父母，就好好學習。但是高考時還是差了20幾分，沒考上四川大學。雖然考不上四川大學，但是她的分數也比較高，能考上其他學校。那時她和父母商量，到底是選擇其他學校，還是復讀1年。父母希望她留在四川，隨便選一所大學，這樣離家近。但譚松韻其實想去北京電影學院學習表演，於是決定復讀1年。父母看她實在想去電影學院，就尊重她，同意了她的決定。譚松韻復讀1年後，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。高中時期，她就已經開始拍戲，不用說大學時期也是邊學習邊拍戲。因為她的容貌優勢、敬業態度、努力程度、演技比較好等，她的資源也比較多。雖然不屬於名氣很大的一線大紅大紫的明星，也不屬於實力派老戲骨，但觀眾對她的好感度頗高，就是喜歡看她的戲。剛開始她的名氣不是很大，後來演了《甄嬛傳》才有了一些名氣。作為年輕的新人演員，她的演技不輸於實力派老戲骨。《甄嬛傳》中，她的表現頗佳，純真靈動可愛，不好演繹的哭戲都很自然，惹人憐惜。她雖然演技靈動，表情變化豐富多彩，卻不顯虛偽，而是相當真實自然。她擅長用精微表情、肢體語言、細節等演繹角色的情感變化。她的表演不造作，充滿生活化。很多人評價她的表演沒有演戲痕跡，自然到極點。很多人年齡大了不能演少女，演少女時看起來很違和，在裝嫩。但她憑借容貌優勢，演少女毫無違和感，年齡對她的表演來說限制不大。雖然她的容貌充滿少女感，但她也能通過演技演繹沉穩成熟的女性，
演繹矛盾複雜的角色。她能把握角色的成長，從天真到深沉，從活潑開朗到內斂犀利，從學生到職場女性，她都能成熟出演。她既能出演古裝劇，也能出演現代劇。她既能演出俠氣，也能演出端莊。她既能演出古靈精怪，也能演出獨立堅韌。她的口碑在各個年齡階段的觀眾中都很好，也獲得過影視圈大獎。她雖然事業發展比較好，受觀眾歡迎，但從不耍大牌，而是相當認真敬業、謙虛低調。她為了演好角色去練方言，去公司實習。為了更好地說好台詞，不僅把台詞背得滾瓜爛熟，哪裡停頓幾秒這樣的細節都很注意。正因為她的實力，所以她被央視力捧。要知道，受央視肯定與認可的演員，很多都是實力派老戲骨。不算老戲骨的譚松韻，卻被央視認定為實力派演員。她的很多部劇都在央視熱播，甚至一部接一部連續播放，每一部收視率都很高，口碑也很好。在央視播出的現實題材比較多，但她出演的仙俠劇竟也過了嚴苛的審核，在央視播出。除此之外，她演的一些現實題材的劇也在央視播出。很多人不由感慨，譚松韻該不是央視的親生女兒吧？也許真的是。央視不僅稱讚過她的演技實力，還稱讚她作為演員之外的唱歌實力。她曾經參加過幾次跨年春晚，在春晚舞台上唱歌，被央視肯定。除了有自己的原創歌曲，她還為很多影視劇唱主題曲。觀眾聽完她的歌，都感覺被治癒，覺得她嗓音獨特，歌曲優美動聽。很多人跨界發展不被認可，她卻難得被觀眾認可。近期，她又有好消息流出，疑似即將開辦演唱會，日期已定，很多人表示期待。當然，也有人酸溜溜地表示，作為演員，是不是不掙錢了，非得跨界發展？但她有這個實力。二是參加跨年晚會的演出。前幾年，她參加跨年晚會，穿着打扮、唱功、舞蹈等，就讓人耳目一新。這次可能表現會更好。她在事業上發展如此好，有一個與眾不同的點，就是她靠自己比較多。她沒有簽約經紀公司，而是自己開工作室，自己挑選劇本，自己規劃事業發展，自由度比較高，也不會有經紀公司把她賺的錢白白抽走。她還在很多領域做投資人，身價上億。事業方面，她讓人敬佩。不過，家庭方面讓人憐惜。她的母親之前出了車禍身亡，她還與肇事者上法庭打官司。當時她在悲傷之餘，還要受某些網友的網暴，有人覺得她用母親的去世在蹭熱度，那些人毫無同情憐憫之心。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，她生活低調，從不炒作蹭熱度。清者自清，優秀有實力之人走的路會越來越廣闊。